你有试过下午的时候突然头很痛，没有精神，甚至觉得皮肤怎么好像暗沉了？可能你以为你好像累了，但是其实有可能你只是喝不够水哦。今天的3分钟营养，看看喝水有多重要。可以用咖啡或茶来替代水吗？应该要喝多少水和喝水的小技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食品科学营养毕业，目前对营养和健康还很有热忱的素怡。今天是3分钟营养系列。你知道喝不够水不只是会让你觉得口渴、头痛、疲倦，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肠胃功能，导致便秘。长期缺水也可能会加速老化，让人感觉更加的疲倦，还有肥胖。所以不要忽略了喝水这件事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我们的身体有60%都是水，它负责代谢作用，帮助我们的消化排毒，还有提升燃脂的效率。所以要减肥的人更加要注意要喝够水。它也负责我们的皮肤的健康，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有弹性和亮泽。水也对我们的脑部功能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。缺水的话，会影响你的注意力、记忆力。所以如果你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专注，先停一停，喝一些水吧。那要喝多少水才足够呢？一般的建议大概就是每天8杯水，也就是大概2公升，或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喝至少30到40杯的水。毕竟每一个人的体重都不一样嘛，需要的分量就有可能会不一样。如果你是60公斤，就是 1.8 到 2.4公升的水。要减肥的话，就尽量选择40杯的水哦，不要觉得40杯好像听起来很多。一天你会喝好几次嘛？早上起床、吃早餐前、吃午餐前、吃晚餐前，这些都可以喝1到2杯水，加起来就已经有1到2公升的水了，还没有加上你一整天间中喝的那几口水。如果你是有运动流汗或是天气很热的时候，还有如果你是在热带国家的大家，比如我来自的马来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，需要补充的水分会更多一些哦。对了，不要一口气灌，要少量多次，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好好慢慢的吸收这些水分。那来到了最多人问过我的问题，就是所以喝咖啡或者是茶可以算是水吗？直接的答案是可以，但是有限制。咖啡和茶其实它们都是水分嘛，所以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助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的。而且咖啡和茶里面也有其他的抗氧化物，也是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。但是咖啡和茶里面都有咖啡因，而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，就会加速我们身体的水分排出。所以如果你完完全全就只是用咖啡和茶来替代水的话，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水分不足哦。除此之外，咖啡和茶里面也含有其他的成分，比如说单宁酸，过量摄取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肠胃造成刺激，也会觉得不适。咖啡和茶也其实都属于酸性的饮料，长期的大量饮用的话，可能会增加我们身体的酸性负担哦。所以你可以把咖啡和茶作为你的饮品之一，但是不能完全替代。每天最多喝1到2杯咖啡或茶就好咯。同时也要尽量选择少添加糖、奶精成分的咖啡和茶。如果发现喝了咖啡或者茶之后出现那种心悸、失眠、胃部不适这些症状的话，就应该要尽量减少或是暂停喝哦。所以白开水才是最佳的选择。但是如果你觉得白开水真的太无聊了，或者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觉得白开水有鱼腥味，那的话你可以尝试加入一些柠檬片、薄荷叶、莓类的水果切片来增加不同的口感。也可以试一下花茶，有不同的风味，又香又好喝。要怎样养成喝水的好习惯呢？有些人就会拿着一个大大的水壶，上面标注了时间来提醒自己每一个时段都要喝多少的水。我自己个人觉得随手带着水瓶也很重要哦。我的包包里面都会一直有一只小水瓶，方便我随时都可以喝水。还有起床的时候先喝1杯水，饭前喝水和运动前后喝水，也可以减少我们喝水量不足的这个问题啦。这些小改变都可以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喝够水哦。最后，喝水这件事好像很简单，但是却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这个重要动作。喝水不足的话，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身体功能，也会造成我们疲倦和影响减肥哦。所以今天就开始好好的喝水吧。
你们还有什么很好的喝水方法，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。喜欢今天内容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订阅哦，分享给你身边喝水比较少的朋友们。我是素怡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订阅了吗？还没有的话，按这里，谢谢。